大家好，我是 Chris。这季成功用处刑散打达到1亿伤害，顺利挤进忍者王处刑伤害前10。之前说要制作散打拓荒的教学，目前预计分成7部影片。我打算从最入门的流派机制开始讲到终局机体提升，让大家体验我的痛苦，让大家能够体验散打拓荒的乐趣。这部影片会从最基本的散打机制讲起，让没接触过散打的朋友能了解这流派的运作方式。已经玩过散打的朋友也可以看一看，说不定会有新的收获。散打流派依伤害类型可分为纯物理与元素2大类，而元素又可以细分为物转冰、物转火、三体跟冰点4种。元素散打因为有冰霜之结与灰烬之结的爆炸效果，刷图比纯物散打快上许多。论打王能力，物理散打不像元素散打要处理抗性问题，因此相对较强势。成长曲线的部分，纯物流派会比元素流派还要平滑一点，上手难度也相对较低。虽然元素散打的天花板比纯物高，但造价相对昂贵不少，因此散打新手建议从纯物散打拓荒开始尝试。散打主流的升华有暴徒、侠客、处刑者3种，纯物使用的升华为暴徒与处刑。元素物转冰的部分有侠客跟处刑，物转火的话以暴徒为主，三体的话3大升华皆有人使用。而冰点的话，就只有处刑跟侠客2者。就伤害面，纯物的天花板是暴徒，而元素的天花板会是侠客。那处刑虽然都不是天花板，但它属于3种升华中生存力最强的，还有20%的扑杀。升华与各散打流派的特色，我会在下部影片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。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核心技能闪现打击，传送至目标怪物身边，并用近战武器对其造成伤害。若是未指定目标，则系统会为其随机指定一只怪物，攻击速度是120%，攻击伤害为210%，而附加效用也是210%。闪现打击是属于高打击次数、高附加效益的攻击型打击技能。每个狂怒球会增加闪现打击10%的攻击速度，击中时会有15%几率获得一颗狂怒球。那散打目前撑高伤害的方式主要有2个，一个是拿双手武器然后撑高大伤。另一个是利用矛盾对决的2倍伤害来大幅增益它的附加点伤效益。散打有2秒的冷却时间，消耗1颗狂怒球能重置其技能冷却，因此想要刀不停的话，不仅要撑高绿球上限，还要有稳定的回球手段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本流派绑定的传奇胸甲费尔罗羽衣，也就是所谓的猫衣。穿上猫衣后，再搭配傲猫祝福，在你获得傲猫隐身时会回复最大上限的狂怒球与暴击球。要注意，猫衣本身没有附带傲猫祝福，所以就算穿上猫衣没开猫柱也是白搭。一般来说会利用寿元工艺将猫柱打在手套、盾牌或者是潜能之戒上。应急方法有使用猫头、费尔罗蝶会，那件道具上面自带傲猫祝福。没有人刚进入鱼图就有猫衣穿。国际服猫衣第1天价格落在3到5重高左右。那在没有猫衣前要怎么样稳定的拿球呢？我们可以利用传奇双手剑行刑之刃，在暴击时必定拿到1颗狂怒球。这是目前前期最主流，而且是适用于各类型散打的方法。只要撑高暴击就能够稳定回球。暴徒的升华纯净残暴有给50%的暴击率，而侠客升华盗猎者之徒有击杀还有击中传奇或稀有敌人时，有20%几率能够获得狂怒球。处刑的话也能利用升华冲击来获得50%的全域命中。再搭配传奇手套20根的效果，每200点命中会增加2%的攻击暴击率，来撑高暴击。这些升华再加上剑圈的专精天赋，持剑时增加120%的暴击率，还有宝钻药剂等等的，就能够达到超过70%的暴击率。在打王前，也能用狂怒敲水世界，先把球叠满，或是直接换成双重打击去敲王。下一部影片我会介绍各大散打流派的特色、3大升华的优缺点，还有常用的关键天赋。那这部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Stay safe, Exile!